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霞。大家对于一款中阶手机有什么样的要求呢？比方说，在外不用担心看剧看到一半就得赶快充电的问题，以及使用环境对于手机的防水防尘能力有一定需求的话，那么 Sony 最新的中阶手机 Xperia 10 Mark IV 绝对能满足这些条件。当然 ，Xperia 10 Mark IV 的特色不止这些，它的影音娱乐能力以及3镜头相机也都能应付生活中的多数需求。不过，究竟 Xperia 10 Mark IV 适不适合你呢？赶紧来体验看看吧！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，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们，别忘了订阅关注一下，以及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才能及时收到最新的资讯哦。首先看到 Xperia 10 Mark IV 的主要规格。盒子外观相当的简洁，一样以白色为底色，并在上头印着 Xperia 10 Mark IV 的型号字样。不过这次盒子的厚度变得相当薄，原因是为了减少浪费，顾及环保，里头不再附赠充电头跟传输线。盒子里面的配件只剩下手机本体以及用户说明书。Xperia 10 Mark IV 的外观一样保有 Sony 的特色。像是正面一样采用21:9萤幕比例，并保有些许的上下边框来维持萤幕的完整性。不过这次的长宽各缩减1毫米，萤幕占比有再提升一点。还有采用上跟旗舰机同等级的康宁 Victus 平面玻璃，相较上代会更抗摔耐刮，而且机身还具备了 IP65、IP68 的防水防尘等级。如果在使用的环境中不小心掉到沙坑、被泼到饮料，或是下雨天淋到雨，甚至是直接掉入有水的洗手台中 ，Xperia 10 Mark IV 都能提供多一层的保护力，来防止手机内部受损。接着背面设计一样维持着简洁平整化风格，虽然背板采用塑胶材质打造，但实际做工还蛮扎实的，而相机、logo、NFC 的摆设方式也相当耐看。那么这次机身颜色共有4款，包含最基本的雨黑、雨白2款黑白配色，以及带有粉嫩色调的鱼紫跟雨绿。而雨黑跟一般的纯黑色不同，它还带有灰色的色调在，白色几款则是比较纯粹的白。至于鱼紫，我觉得是薰衣草紫再多点蓝色色调，而雨绿则跟薄荷绿蛮像的，给人清新的感觉。那么背板使用的是雾面处理，虽然在光线照射下反光效果不比亮面，但是还能带出一点透明感。另外也比较不用担心指纹残留。至于手感方面，拿起来非常的轻巧，仅有161克，不用担心长时间使用手酸的问题。而握拿上相较上代，虽然塑胶边框更加平整化，但边缘还是有做圆弧设计，所以拿起来不会不舒服。且因为宽度只有67毫米，对单手掌握来说非常的轻松。同时也能借由单手模式，让单手操作上更加的顺利。另外也能透过侧面感应来快速开启 App， 同时也能启用弹跳视窗以及分割画面模式。接着看到机身侧边配置，顶部则有 3.5 毫米耳机孔以及收音麦克风。手机右侧则有音量键跟结合指纹辨识功能的电源键，而这次电源键也能当作 Google 助理键使用，只要在电源选单内就能开启这一项功能。再来左侧则有 SIM 卡以及记忆卡卡槽，并采用3选2卡槽设计，且支援 5G 加 4G 的双卡双待，而 5G 规格也跟旗舰机相近，不但涵盖台湾 5G 全频段之外，还支援上 eNDC、CA 以及 4x4 MIMO 技术，都能够带来非常快的 5G 传输速度。而底部则配有 Type-C 传输孔跟收音麦克风。Xperia 10 Mark IV 采用3焦段主镜头，包含首度在中阶机加入 OIS 光学防震的广角镜头，采用上1200万画素 f1.8 光圈，并具备自动对焦技术。接着则是拥有120度拍摄范围的超广角镜头，画素为800万，光圈则是 f2.2，
再来还有采用1200万画素 f2.2 光圈，具备2倍光学变焦的望远镜头。那么在拍摄界面上，自动模式中一样具备智慧场景辨识，像是逆光场景、夜景、低亮度、宠物等等，都能针对特定场景进行最适合的调整。而上半部的功能则包含了景深效果设定，点进去后则可以选择景深的深浅。再来还有 HDR 的调整设定，包含自动开跟关选项。其余像是色调、亮度也都有保留下来。而变焦方面，可以透过点选倍率的方式，也可以利用拖拉来进行无缝过渡变焦。再来给大家看看日夜景的实拍照。首先看到日景成像，这次成像依旧以真实自然为基准，因此看起来比较贴近现场的色调，而这也让物体的色彩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艳丽失真，很适合喜欢写实风格的朋友。至于成像细节表现，我觉得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，3镜头都能保有一定的细节在，且成像干净，不会有太多的噪点。特别是广角镜头画质，暗部成像锐利度更好，且几乎没有什么噪点。不过从3镜头成像来说，我觉得有时色调会有不一致的状况，比方说超广角色调偏暖一些，而望远镜头则是偏冷一点。但在 HDR 效果上则是相当不错，可以看到在开启 HDR 后的成像，像是曝光的天空、窗户外的景色，都能抑制高光并还原出细节来。同时暗部亮度也有提升，这都让成像的明暗部更加的平均。那么室内成像品质，如果在光线明亮的环境下，广角跟望远镜头还是能维持较多的细节在，整体成像画质还蛮扎实干净的。而超广角镜头则是会出现些许的涂抹状况，成像锐利度会受到一些影响。接着看到更暗的室内以及夜晚场景，以我的观察来说，广角镜头因为具备 OIS 光学防震，加上单像素面积较大，因此尽管在这些场景中还是能保留住较多的细节在，同时也不会出现过多的涂抹状况，整体成像相对要扎实锐利，且噪点也比较不明显。而超广角跟望远镜头在光线比较昏暗的场景中，画质和细节的表现就没有广角镜头来得好，相对容易出现涂抹、成像松散和噪点的情况。不过 Xperia 10 Mark IV 有提供独立的夜间模式来加强画质。那么要使用独立的夜间模式，这是要在拍摄界面中的模式里开启。官方表示它支援了弱降噪技术，能达到更纯净明亮的成像画质。而从3镜头的实拍照来看，确实在较暗的室内场景，如果使用夜间模式来拍摄，不但噪点少非常多，成像细节也扎实不少。同时还可以发现到动态范围变得更广，像是窗外景色、室内天花板以及曝光的招牌都能看得更加清楚。而在夜间以及低光源场景中，处理上则是尽量维持现场夜晚的气氛，因此亮度不会过分的提高，而画质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，像是噪点明显减少，物体细节也保留了更多。像是室内夜景，透过夜间模式来拍摄，有助于获得品质更好的照片。至于录影 Xperia 10 Mark IV 则少了 4K 解析度，最高仅支援 Full HD 30fps、60fps 规格，是这次比较可惜的地方。不过以日常生活记录来说，还是够的。那么在录影当下，镜头间是可以进行无缝过渡变焦，最远可以到10倍数位变焦。而3镜头也都支援了影片稳定技术，这都能让画面稳定一些。但广角镜头还多出 OIS 光学防震，能应付更大的晃动。可以看到在跑动的状态下，影像还是能维持一定的稳定性，画面也不会有太多的抖动现象。现在就给大家看看一些实录的影片。前镜头则是采用800万画素 f2.0 光圈，拍摄界面则具备萤幕闪光灯、定时以及 HDR 开关、色温跟亮度的调整。
比较特别的是，这次还多出清晰脸部设定。从实拍的效果来看，开启后确实明显清晰不少，尤其是眉毛跟眼睛，而且还要有柔肤效果的帮助，不会让毛细孔、痘痘变得更清楚。那么以逆光自拍来说 ，HDR 开启后都能让明暗部更加平均，同时也能维持一定的细节在。而在夜间自拍，尽管光源不是很够，也能够使用夜间模式来加强画质。可以看到夜间模式确实让整个成像扎实明亮不少，这也是目前 Sony 旗舰机没有的功能。那么在影音娱乐的体验中 ，Xperia 10 Mark IV 的萤幕为6寸大小，并使用上 Full HD Plus 解析度的 OLED 面板，同时具备了影片影像最佳化技术。以我的体验，这块萤幕给我的感觉，在细节表现上蛮细腻的，而对比度也相当不错。另外，如果在显示设定中有开启影片影像最佳化，画面色彩、对比跟清晰度看起来都会更加讨喜。整体影像画质，我觉得表现得不错。再来亮度表现，以我自己所测试，无论是看影片、相簿、网页等等，平均最高亮度都可以到760尼特。在太阳光直射下观看，虽然会受到反光影响，但整体还是看得清楚。而萤幕更新率只是维持在60赫兹，虽然视觉上不比120赫兹柔顺，但实际操作时还是相当顺畅。再来说到音效，它所采用的是隐藏式单声道喇叭，外放效果以听觉来说比较缺乏环绕感，且音量也属于中间等级，不算大声，因此表现整体较为单薄，高音较突出，低音则是稍显不足。现在就给大家实际听听看。而虽然外放有进步空间，但内放效果我觉得不错，像是我很喜欢 3.5 毫米耳机孔，这对有线耳机的朋友来说很方便。同时它也能够播放 Hi-Res 高解析音讯，另外蓝牙也支援了 LDAC 高解析无线传输技术，能够搭配无线蓝牙耳机带来更好的音讯品质。再来 DC Ultimate 升频技术，像是 MP3 这类的音档，听起来确实都会更加扎实。另一个则是支援跟旗舰机同等级的360实景音效，这类音档确实听起来空间感十足，不过这类音档较少，想要收听需要到特定的网站选购。比较实用的，我认为是360 Reality Audio Up Mix 模拟音效功能，它能够将一般立体声的音档模拟出360度的音效效果，开启后听起来都会更具空间感，有那种小型演唱会的感觉。而这次它还可以选择自动、音乐跟电影场景，像是电影预告片听起来就还蛮震撼的，建议大家可以去现场听听看。Xperia 10 Mark IV 采用的是 Android 12系统，可以看到界面维持着简洁的风格，并分成主画面以及应用程式的区块。而往下滑则让具备许多的快捷选单，像是 Google Pay、邻近分享、萤幕录影，还有让视觉更舒适的深色主题、夜间模式、超暗，这些功能也都具备，其余则都差不多。而个人化设定则是仅有主画面桌布跟锁定萤幕才能更换，像是主题、字型则都无法。不过最大的字体还蛮大的，对于老人家来说可以看得相当清楚。而在手势操作上，除了前面提到的侧面感应跟单手模式之外，像是还能把3个虚拟导航键改成手势操作，这都能帮助我们单手操作更顺畅。但像是清出唤醒跟通知唤醒 ，Xperia 10 Mark IV 则是不具备。至于其他比较贴心的功能，还保留了 LED 指示灯，像是充饱电有讯息的时候都能够立即知道状况。而在硬体方面 ，Xperia 10 Mark IV 采用高通的中阶处理器 S695， 记忆体则是 6GB， 储存空间则采用 128GB， 并支援记忆卡扩充。接着跑分就给大家做参考，所测试出来的跑分属于中阶等级。以整体效能、CPU 分数来看，比 S765G 都有再好一些 ，GPU 也有同等级的表现。而在处理器1小时的稳定性测试中，从图表来看都可以维持在 90% 以上，
表现我觉得还蛮好的。那么以我的体验来说，像是看影片、浏览网页、使用社群软体等等，这些比较生活日常的应用，使用起来都很顺畅。至于玩 3D 大型游戏，像是传说对决、暗影之枪，在高帧率、高画质的设定下，过程中也都蛮流畅的。而崩坏3在预设画质下顺畅度还不错，但调到极致后，打斗画面会出现顿感。至于原神这种高效能游戏，尽管设在极低画质，遇到打怪的情况时，画面还是会很不顺。因此，想玩这款手游的朋友，建议还是要以旗舰机为主。Xperia 10 Mark IV 在小小的机身里放下了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，无论是从 App 或是自己的体验来说，整体表现是我测试过的手机中最省电的。可以看到，以200尼特萤幕亮度为基准 ，PC Mark 跑了19个小时，而以我自己的测试结果，比方说看1小时的 Full HD 影片只花了 5%， 玩1个小时的传说对决则是 9%， 1小时浏览网页则耗费 8%， 续航表现非常优秀，日常生活使用都能撑到第2天以上。同时在外看影片、玩游戏、拍照，也都不用担心电力太快归零，而急着去找充电站。至于充电方面，尽管使用30瓦 PT 快充头充电，0到 100% 还是花了2个小时40分，充电时间需要比较久。不过好处是充一次可以用很久。以我的体验来说，我觉得 Xperia 10 Mark IV 对于大多日常生活需求都是能应付的。比方说影音部分，萤幕画面看起来很讨喜、立体、清晰，且亮度也足够。而虽然外放表现还有进步空间，但内放音效我觉得还不错，像是使用360 Reality Audio UpMix 来看电影、听音乐，我自己是蛮喜欢这种具备空间感的听觉效果。加上 3.5 毫米耳机孔对我来说很方便，不用额外找转接头。那么在拍照、录影功能，3镜头也都能满足生活基本记录需求，而当中的夜间模式连自拍都能够使用，这也大幅改善过去前镜头低光源画质不佳的问题。再来 Xperia 10 Mark IV 也是市面上少有配置 IP65、IP68 防水防尘的中阶机，能提供生活上多一层的防护力，避免手机因水、沙子导致内部损坏。而最令人满意的就是续航力，它是我测试过的手机中整体最省电的一款，在外使用完全不用担心太快没电。如果你对防护性跟续航力表现很重视，且想一款好掌握且轻巧的中阶机，那么我觉得它不会让你失望。而 Xperia 10 Mark IV 的建议售价为台币12990元，现在起到7月31日购买 Xperia 10 Mark IV 并上网登录，就可以获得早鸟首购礼及轻草旅包。想要了解更多资讯，可以在影片资讯处做查询。最后，谢谢 Sony Mobile 的邀约合作，让我可以实际体验到 Xperia 10 Mark IV， 也能够让大家更了解这款手机。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部影片。那么最后要问你们，看完影片介绍后，你们对于 Xperia 10 Mark IV 有什么样的想法以及问题吗？别忘了在影片底下一起讨论看看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在底下按个喜欢并分享。想要持续追踪的话，别忘了订阅频道并按下提醒铃声，才能随时收到通知哦。另外，可以到我的 Facebook、IG 专页按赞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